女生是觉得现实已经把你们的爱情逼入绝境了，是吧？对，但是现在我有挺多话想对他说的。说啥呀？就是我俩在一起这2年多，我觉得他也挺依赖我的吧，就平时我大事小事也挺替他操心的。以后我要是不在你身边的话，哎呦，你这才22岁啊，姑娘，你别，生活没你想的那么难，这有办法解决。爱他不爱他？爱。你爱他吗？爱。你们想办法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啊。男孩，我给你讲一个道理哈，是这样，一双高跟鞋，好穿的肯定是丑的，就像这种前面没有防水台这种高跟鞋好看，但特别难走。所以，适不适合自己，他未来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种我想要的生活，他看得非常明白。刚才赵晨老师在问他爱不爱你的时候，他犹豫了。就是这女孩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女孩，她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这可能是生活所迫，她非常迫切的需要，她未来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可以支撑得了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你呢，一看就是从小被在这个保护伞下长大的男孩，所有的事情家里肯定都是给你安排好了的，然后呢一步一步帮你看到未来，帮你告诉你以后，你看你再怎么着你去不了铁路，回到家里面还有家族的生意可以让你经营。就是你看你处理的几件事情，一个是给师傅买水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端盘子这个事儿，就是你非常不懂得人情世故，你所有做的事情就是只看眼前不看未来。你觉得这个事儿暂时目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就不去做。可是不是的，有的时候所有的事情你要往远了看，这就是你不成熟幼稚的地方。所以你们2个人其实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他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可是你还在这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没办法调和。我会努力的。你会努力，可是你想要迎上他的这个步伐的这个速度，他是不满意的，因为他要的可能就是一个跟他一直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说不够爱吧。然后对于女生，我想说就是，你是不是已经真的心死了？你觉得看不到未来，挺绝望的。对，在他身上。我觉得看不到未来，而且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俩的感情就败给了现实。有那么爱吗？我只能说你还没遇到你的真命天子，所以我觉得是挺难挽回的。但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成长和经历过这么好，对你这么好的一个女生，这么细心这么体贴的照顾，我觉得也可以让你快速的成长。好，谢谢2位。都有一个计划，计划也多累啊，而且你计划也赶不上个变化。你看嘛，你要么就是答应我的事情不做，要么你就是用这样的借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真的感觉我跟你沟通不了。今天我来这儿，我就要跟你做一个了断。要么你就跟我回重庆，你就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要么咱们今天在这儿分手。要回呀！我说我事情那边的忙完差不多了，我就回来。那你什么时候忙得差不多呢？你能给我个确切的信儿吗？你能给一个确切的信儿吗？他是现在还在兰州是吗？对。姑娘的意思说，要不然回重庆，咱好好谈恋爱，好好找工作，要不然咱就分手是吧？我也不管你了，是这意思吗？是。以后是不是这个状态，你都应该离开他，因为你在逼迫一个男孩快速的变成你期待的男人。他其实也挺痛苦的，他当年吸引你的那些东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光阴的过去，突然就不迷人了。弹吉他的还是他呀，弹的技艺比过去更好了，可是你却不喜欢了，因为你判断一个男人有没有价值的标准变了，他的那一套在你这儿不灵，而新的他一时两时又掌握不了。卖内衣仿佛在哪儿都能卖，但是他要回兰州，而且不敢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他告诉你说我在兰州卖内衣，我都能猜到你会说什么。什么卖内衣有前途吗？你帮人家卖内衣，这卖到多少年才能挣点钱啊？内衣难道不能够在我们当地卖啊？你非要躲到兰州去，你是为了躲我吧？
所以一旦回答了你这一个问题，他将会面临你连珠炮的一堆提问，而你所有的提问其实都只是在表示一件事儿：你不开心。你不开心，所以你说你不在乎我的感受，你不了解我，你不尊重我，你不爱我，你为我考虑了吗？你拿这一些话来武装，每一次都是一股脑的塞给他，小伙子自己很懵。我好像考虑你的感受了呀，我也在乎你呀，我也爱你呀，但你没有告诉他的实话就是，我跟现在的你在一起就是不开心。我不开心不是因为你在不在乎我的感受，不是因为你爱不爱我，不是因为你有没有为我考虑什么的，而是现在的你就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男人。你怎么能够要求他忽然一下就变成你期待的人呢？你成熟了，他还没有，你把他硬逼的成熟了，那他和你的关系里头，你这样欺骗我，我伤透了心。来，掌声请出这位，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鱼22岁，来自山西，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南22岁，来自山东，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困惑的很是吧？啊，我一会儿再问困惑啊。同学吗？同学，大学同学吗？对。怎么好上的呀？谁追的谁呀？他先追的我。你追的他？对，我刚喜欢他的时候，他跟他前女友还没分手呢。然后我就一直默默的关注他。后来我看他朋友圈发特别消极的那种，我就主动问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分手了。哦，然后你呢？然后我感觉我的机会到了。然后你就？我就请他看电影、吃饭，然后逗他开心。然后他就？我们俩在一起了。然后我觉得终于把男神追到手了。男神，哇，在男神受伤的时候，一剂良药，抚慰了你的伤口，是吧，男神？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这怎么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好是应该的，我多付出一些嘛。啊。我觉得让他选择，我觉得没有错。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我就知道他喜欢陈奕迅。啊。刚巧去年陈奕迅来开演唱会，高价买了2张那场票，请他去看了，就为了让他近距离的接触一下他的偶像。啊。只要他开心，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值得。哦。结果他现在越来越过分了，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他女朋友，我觉得在他心里，我就是他的钱包。你把人当钱包了？我从来没有把他当做钱包啊！你看，不过他在这个段感情里面投入的物质，确实要比我多一点。哦，确实比你多啊。对。你怎么会觉得他把你当钱包呢？你说具体的事儿。就今年白色情人节的时候，白色情人节，我闺蜜她男朋友人家提前1个。白色情人节是3月。1年4季就那么几天假。我呢好想跟他去旅行，所以我们那个去年5一的时候，我就把孩子带给父母嘛，我们俩就去。一说旅行就不要说了，一说旅行我就是有旅行恐惧症啊。为什么？每次都是。哎，你不要说每次了，我们就说那个汕尾那次嘛，我们去汕尾也不敢走远了，就5一就几天假啊，去了一个宾馆哈，一进去就好吵。我说你这个房间不行的，我说得换一个，他就不高兴，他说那什么，现在这么紧张的那个，你为什么要换？他就冲我发脾气。当时我不想跟他2个吵，我就走了。我也没带电话啦，没带手机，没带身份证，我1分钱也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走了呀。你走了，你也跟我讲一下，你走2个小时啊。你现在知道我走，你没看见吗？我出门我就慢慢走，我其实是想让你来拉住我，你根本就没有拉我。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走了。哎，你就装吧你。后来我就找他嘛。哎呀，你不要再说你找我，你根本就没有找我，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走到外面的时候，我走2个小时。那个潮汕那个地方，老师你知道吗？潮汕那地方说潮汕话不是讲粤语的，人家那些都听不懂我讲粤语，所以的话，当时的时候我还问了好久的人那些什么的，结果我跑回宾馆，哎，我一问前台，哎，他已经不见了。去哪儿了？他把我的房子都退掉了。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我以为他去找更合适的酒店。我怎么可能？我没有钱，我没有身份证，到处找也没找到，但是我看到有一家酒店有吃有喝，然后环境又不错，然后又安静。在那里一问他不在，那我就先住在这里等着他打电话来找我吧，因为他没有带手机，我也联系不上他。那你应该在原酒店不动啊。等了半个多小时，将近1个小时，他不来呀，我以为他又生气走了。
那我在那里没有，我在外面哭啊，我不想当着你哭啊。后来怎么解决了？我又是我忍气吞声，等人家交流吧，让人家接个手机，我还不是打他的手机。打完以后，他说他找到一个酒店，最后我过去，他帮我付的士费。见面那一刻，我隐忍了，我什么也没说，我还是笑脸相迎，什么都没发生，他也没说什么，我又忍了。所以我今天忍了那么多，我就是想跟嘉宾说一下，全职太太也不是那么好做的，我心里也很憋气啊，一肚子的火啊。但是我是被抛弃了，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抛弃了。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嘛？是不是？你嘴上没说，但是我走在那个海边，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是被抛弃了。我要知道你在哪里，我肯定去找你去了。哎，你吹吧。你们俩就这一次旅行吗？还有别的旅行吗？今年春节的话呢，就更，我今年春节的那个，今年春节就是我们也是想把那个孩子嘛，就是给父母嘛，我们说搞一个比较别开生面的，别开生面。就是别开生面，每次都是来伤害我，你知道吗？你们俩又去旅行了是吧？对啊。去哪儿旅行啊？我30晚上我订了一个机票，到了武汉嘛，我住在一个酒店里面，我们刚好住好，哎，我就要检查那个床单嘛，看看脏不脏。哎，他开始就又声音就提高8倍了，怎么了？又不满意了？我说我看一下不行吗？他说怎么了？又想换房吗？告诉你，这里没有房间可换了，就这一间。啊，我大年30，那你唱完歌你不能给我发个短信啊？当我看见你的短信的时候，都已经到凌晨2、3点钟了。我觉得这个点儿给他打过去，他应该在睡觉是吧？啊，然后这样肯定不好。然后我就回宿舍了。结果我在回宿舍的那个门口的那个楼底下，我居然看见他还在等我，等到凌晨2、3点。挺痴情的啊！哦，对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应该这样瞒着他的。你的眼神的忧郁天生就这样的，还是因为这件事儿就忧郁了？我挺重感情，但是有时候就伤心，感觉特别伤心吧。兄弟，别那么忧郁，你在做一份很有前途的事情，就是在学习，并且你的这个职业是非常好。我告诉你啊，以我多年经验，你们俩没事儿。笑一下，我做这很多年了。女孩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很有条理、很理性的人。就有一次不太理性，那是对你，就因为你看书的那样子，他很主动哦。那会不会他那会儿表现出来主动，你现在也会觉得，是不是他会在外面也会冲动？但是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一旦看上了，别人看不出，别人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理由，但是他心里就是喜欢你，并且你所有对他的好，他都好。首先是尊重，尊重他才谈及我是否爱他，对他好。但从头到尾，我觉得你不尊重他。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裙子，就是为了让别的男人喜欢，那天下还有美丽的女人吗？你这么说她，我觉得特别不尊重。如果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求发展，就要避开和男人的交集，这是一个爱她男人的表现吗？你不尊重她。你刚才好几次说这样的话，我都挺生气的。如果你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呢？好，因为你年轻，我姑且认为你是找不到爱的方法，你不知道怎么爱他，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去说他。这是一，我觉得你对他不好。二，你要爱他，就应该和他同频，努力和他共同成长。而你也没有做这些，你只是在盯着他跟谁说话了，他酒店里是他一个人还是有别人，这些要对他好吗？这些只是满足你自己的占有欲，所以我说你对他不够好。但是反过来，你想对他好吗？我想对他好。对，这个我也认可，你也想对他好。但如果想对他好，就要找到正确的好的方式，那就是共同的成长。女生其实你也有纠结的地方，也有我不认同的地方。其实一开始她在讲述这些时候，我就在想，这么一个上进的女孩，看上她什么了？后来我明白了，你心中其实认可的就是她这份可能爱得不得法，但是真的喜欢你，可能寻求安稳，但是真的这个安稳的生活是想和你一起，你看重的就是这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调整一下你的步伐？你不能又在责怪他说你怎么那么不求上进，又在说哎呦这样一个稳定踏实男人挺好，值得我托付。
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去调整你的脚步。给男孩子建议是努力吧，人生就这么一回，该用力的时候去用力。